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我曾收集过一些无法解释的故事，不是那种都市传说，也不是网络留言，而是真实发生过，连当事人自己都无法完全说清的诡异经历。每一个故事都来自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方，但他们之间却有一个共同点，在那一瞬间他们都不再是他们自己了。有人搬进了一间老旧的出租屋，对门的女子仿佛每天都在模仿他，最终连镜子里都分不清自己是谁。有人迎回了失踪3年的妹妹，却在她眼神深处看见了一个彻底陌生的灵魂。有人无意中拍下一张窗外的照片，结果朋友从此消失，而另一个他却悄悄站到了窗子的另一边。你可以说是巧合，是精神错乱，是幻觉，但如果这些只是幻觉，为什么从他们身边消失的人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？替身的故事从不新鲜，真正可怕的不是替代，而是你根本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你就已经不是你自己了。我从不相信命运，也不太信鬼神。过去租房搬家无数次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理性又冷静的人，直到我搬进了这间出租屋，开始经历一些我至今都没法完全解释的事。那天是个平常的周日下午，我在租房网站上看到这间房的价格时，简直不敢相信。市中心，独立卫浴，家具齐全，租金却只要别人一半。我心里一阵狐疑，但点开图片看了又看，也没发现什么问题。房东说可以当天看房，租了立刻入住。房东是个瘦得皮包骨的老太太，脸上皱纹像老树皮一样密密麻麻。她带我看房时始终低着头，眼神飘忽，连走路的姿势都像极了提线木偶。她说话声音极轻，我必须靠近才能听清。这屋子采光不错，邻居也安静。只是她顿了顿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却又吞了回去。晚上11点前一定要锁好门。没问题，我随口答应。要防贼吗？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冷得让我背脊一凉。不是防贼。我以为她是在搞什么诡异营销，也没放在心上。签完合约后，她立刻走了，没有寒暄，没有提醒，就像急着离开这地方。刚搬进去的第一晚很平静，甚至可以说有点闷。屋子不大，一室一厅，墙上贴了层老旧的墙纸，散发着一股发霉的气味。窗户看出去是一条空巷，对面是另一栋几乎一模一样的老楼。楼层很安静，静得有些诡异。我甚至一晚上没听到一声脚步或关门声，仿佛整栋楼只有我一个人。直到第二天晚上，我出门倒垃圾时才第一次碰见对门的邻居。是个女人，长发披肩，穿着一件灰色的居家裙，肤色苍白，站在门口似乎正要出门。她看到我时微微一笑，那笑容我现在还记得，嘴角扯起一个标准角度，僵硬的像贴了面具。你也是代替别人搬来的？她轻声问，声音小得像风一样飘。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代替别人。她没再说话，只是笑着点点头，转身进了屋。我脑子里瞬间闪过各种都市传说，租房陷阱、冤魂复仇、人体实验，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冷静。或许他只是个有点怪的人而已。但从那晚开始，我的生活开始有些不对劲了。我发现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我，无论我几点出门，他总能恰好站在门口，微笑着和我打招呼。他不会主动说话，但他的眼神总像是在研究一件标本。我洗衣服时，他在窗边看；我接电话时，他从楼道尽头走过；我半夜起床喝水，透过猫眼看出去，他就站在门外，静静地朝门口盯着。我越发觉得毛骨悚然，决定报警。警察来了，简单询问后搜查了整栋楼，没发现异常。警察说，对门住户登记的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，没有其他人。你说的那个女人？警察皱着眉头翻着记录，查无此人。我回到屋里时，发现原本放在茶几上的杯子不见了，那是我刚刚洗干净准备用的杯子。
后来我在鞋柜上方找到它，杯子里还留着温热的水。我肯定自己没放那里，没人进来过，除了他。我开始留意细节，结果越看越不对劲。他每天穿的衣服都和我一模一样，从颜色到款式，甚至连睡衣的图案都一模一样。我以为自己多疑，直到我把一件旧衣服扔进垃圾桶，隔天在他身上看到那件衣服，连我剪掉的小缺口都一模一样。我开始怀疑他在潜入我家，于是我换了锁，装了监视器，还加装了一道内门锁。某天深夜，我听见咔嗒一声门响，像是有人在用钥匙轻轻试探门锁。我没敢出声，只握着厨房的菜刀站在门后，直到天亮。我把监控录下来，交给了派出所。可视频中什么都没有，空无一人，门却自己动了2下。房东不接电话，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些。隔天早上，我终于堵到了他，在他另一处房产门口。我质问他对门到底是什么人，他沉默了好久，才慢慢开口。他不是人，他是之前的住户。什么？那房子之前也租出去过，跟你一样，是个年轻女孩。她在这栋楼里失踪了，尸体没找着，人间蒸发，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。我冷汗直冒。然后呢？她没走远。房东的声音几乎要飘起来，她还留在这里，但她好像没办法出去，只能留在屋子附近。所以她会借别人的身体，或者取代你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低头看了我一眼，忽然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眼睛通红。你还没被他取代，但时间不多了。他已经模仿你太久，他等着你空出来。那天晚上我不敢睡，我把所有灯都打开，拿着刀坐在客厅。凌晨3点，我听见衣柜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我靠近，猛地拉开柜门，里面空无一物，但柜门后那面小镜子里却不是我的倒影。镜子里的我先动了，他冲我微笑，露出整齐的牙齿，然后缓缓抬起手，手指贴在玻璃上。我还没动，他就开始模仿我的动作，像是在试图同步我的一举一动。我退后一步，他没动。我屏住呼吸，猛地关掉镜子上的灯。黑暗中，我听见耳边有个人轻轻说了一句：“你已经晚了。”我失去了意识。醒来时，我躺在医院，护士说我被邻居发现晕倒在走廊里。哪个邻居？我问。你对门的小姐，看起来和你长得真像。我跑回出租屋，对门的门开着。我走进去，看见墙上挂着一面镜子，镜子里什么都没有，空荡荡的，没有我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不再是我。人们说我的笑容变了，说我眼神不像以前，说我越来越像另一个人。我偶尔在路边玻璃反射里看见一个表情僵硬、眼神空洞的我，他站在我身后，从来不离开。我终于明白，那女人没能走出去，但她找到了一个方法，她成为了我。我现在不知道，站在街上的这个人，是不是还叫我？但镜子里的那个，他还在，正仿佛等待着下一位入住这间出租屋的你。我一直以为，人死了就不会回来，直到我那失踪了3年的妹妹，有一天突然敲响了我们家的门。那天是个下着大雨的傍晚，天灰蒙蒙的，屋外滴滴答答的响个不停。我妈出门买菜，说一会儿就回来，但一直到晚上7点多，她才推门进来，浑身湿透，怀里抱着一个我根本没想到会再看到的人。你妹妹回来了。她语气平静的让我不寒而栗。我愣在原地，看着那个女人，她抬起头对我笑了笑，那笑容既熟悉又陌生。她的脸，她的眼睛，她的鼻梁，甚至左脸那颗小痣，全都和我妹妹小时候一模一样，只是她长高了，瘦了很多，脸色也异常苍白，像是被水泡过的白纸。她说她叫小雅，是我妹妹。我问她这些年去哪了，她摇头，说她什么都不记得。她只记得今天早上醒来，觉得应该回家了，就走着走着，走到了这里。我本能的觉得不对劲，
但我妈却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他的说法，忙着替他煮热汤，找干净衣服，替他擦干头发，还骂我：你怎么这个时候还发神经？你妹妹都回来了，快说句话。但那不是我的妹妹。我知道，3年前那天，小雅跟我说她要去同学家借漫画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那是她第一次主动约朋友。她走出门的时候还朝我笑着说：我今天会晚点回来。然后她就再也没回来。警察找了她好久，学校周围、地铁、录像，甚至附近的河道都找过，连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我妈为了找她差点疯了，后来精神出了问题，整天坐在她房间不肯出来。我爸在她失踪1年后自杀了，他在遗书里只写了一句话：我看见她了，但她不是小雅。那时没人理解他在说什么，现在我理解了。这个回来的小雅看起来很像她，但她不是。她不像她说话的方式，她的走路姿势，她用筷子的手势，甚至她不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藏在衣柜里玩鬼抓人的事。有一次我偷偷试探她，说：还记得我们国小时，你拿我的零用钱去买棉花糖被我打哭吗？她笑了笑，说：你打我？不会吧，我小时候脾气比你大。那完全不是事实。小时候小雅内向胆小，一遇事就躲在我身后。她不可能忘记这些，如果她真的是我妹妹。她睡在小雅以前的房间，穿小雅以前的衣服。我妈把她当成宝贝一样看待，但我每天都在忍受巨大的不安和怀疑。我开始调查她，偷偷剪下她掉在梳子上的头发，拿去医院做 DNA 检测。我把她的指纹拍下来，对照警方3年前留下的小雅资料。我甚至趁她洗澡时翻她的背包，试图找到任何能证明她身份的证件，但她什么证件都没有。DNA 报告出来了，结果让我差点在医院晕倒。这不是我妹妹，血缘相似度为0，她根本就不是我们家的人。我带着报告回到家，准备当面对质，但当我走进门，我妈正和她在厨房做饭，2个人有说有笑，仿佛这3年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她转头看到我，冲我微笑，那一刻我突然说不出话来。她眼睛里的东西太冷了，那不是人该有的温度。我妈拉着我说：你妹妹最近状态好多了，你也该放下这些奇怪的想法了。我把报告拍在桌上，她不是小雅。这份 DNA 报告显示，她根本就和我们毫无关系。她只是盯着我看，慢慢的笑了：哥，你是不是太想念我了？所以开始否认我真的回来了。我妈看了一眼报告，冷冷地说：你是不是有病？她都回来了，你还要闹？这份报告我看都不会看。我彻底崩溃了。我不明白，如果这是真的小雅，当然最好，但这明显不是，她却能轻易取代我妹妹的位置，连我妈都被她骗得团团转。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浅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。凌晨3点，我醒来发现房门没关。我走到门口，看到她站在走廊尽头，一动不动地望着墙上的一幅画。那是小雅小时候画的一棵树。她轻声说：我一直想不通，这幅画是我画的吗？我没回答。她忽然回头：哥，你有没有一种感觉，自己也曾经消失过？我头皮一阵发麻。第2天，我报警，准备申请禁止令，但警察告诉我没有犯罪发生，他们无能为力。我尝试联系精神科医生，希望我妈能接受现实，但她一口咬定这个就是她女儿，说我才需要被治疗。接下来几天，我开始梦到奇怪的东西。我梦见自己躺在井底，头顶是一道黑色的天光。一个穿着小雅衣服的女孩在井口低头看我，脸被阴影遮住看不清。她开口说：你不想上来吗？你不上来，我就下去了。我惊醒时总是全身冷汗，嘴里有股腐臭味。我开始怀疑，会不会3年前真正的小雅被困在了某个地方，而这个她是爬出来的那个。我再次检查她房间，发现了她放在床下的一本日记，里面只写了1页。我知道我不是她，但这个家太温暖了，我不想走。
他还在底下，他一直在哭。我拍下那页纸，准备报警，但当我再回头看那本日记时，那页纸不见了，整本书变成一本空白笔记本，仿佛我从没看到过什么。我不敢再住下去，决定搬出去。我告诉我妈那不是小雅，我不可能跟她生活在一起。她看了我很久，终于冷冷地说：“她是我的女儿，你不一定是我的儿子。”我提着行李落荒而逃。几天后，我听说我妈失踪了，警察找不到任何线索，最后一个看到她的人是她，而她也搬走了，不知所踪。但前几天，我在某个城市的百货公司里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他穿着我妈最喜欢的那件毛衣，站在化妆品专柜前，嘴角微微上扬，抬起手来和我打了个招呼。我不确定那是他，但他看我的眼神里，仿佛还藏着另一个人，一个在井底哭泣的小女孩，一个已经永远回不来的妹妹。我从未停止寻找真正的小雅，也许她还活着，也许她被困在某个我们理解不了的地方，但我知道，那个人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有时候，我甚至怀疑，她是不是已经换了个身体，可能是我妈，也可能是我。那张照片拍下来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将再也见不到小夏。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，认识超过10年，我们几乎无话不谈。那天她来我家过夜，是因为她男朋友临时出差，她又一个人不想睡，在我的强烈邀请下就搬来小住几天。你家窗户对面也太怪了吧。她一进我房间，朝着那扇窗子走过去。我家是一栋老公寓，外墙早已斑驳，窗户对面是另一栋一模一样的楼，2栋楼中间只有一条不到2米的小巷，中间用铁栏杆隔着。那种压迫感，不管白天晚上看着都让人有点不舒服。我正在厨房泡茶，听他边打哈欠边说：“对面房间的窗户跟你的一模一样耶，连窗帘颜色都一样。”我走过去看了眼，笑了一下：“废话，这是同一栋设计的对称户型，当然一样。”“不是，我说的不是样式一样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我是说窗户里面的东西也一样。你的书桌，那本红色封皮的笔记本，连桌上的水杯，对面窗子里也看得到。”我笑得更大声了：“你看错了吧？那是倒影。”他摇头，坚持说不是。我拍张你看看。他拿出手机，贴近窗户对着对面拍了一张，皱起眉看了好几秒，然后忽然转头看着我，声音低下来：“照片好像被什么干扰了，看不清楚。”他把手机递给我，照片是模糊的，但确实有一种很奇怪的对称感。对面窗户里的确可以看到一个我的房间，不只是结构，连光线、物品、颜色都惊人一致，甚至比一般玻璃反光还要清楚。我突然有点不安，拿回手机点大放照片看细节。就在我快看清窗子内侧时，手机屏幕忽然一闪，直接黑屏重启。小夏眯着眼说：“那里面是不是有人？”我愣住，转头看向窗外，对面窗子亮着灯，白色的窗帘半掩着，似乎真的有人在站着。应该是邻居吧。我勉强找了个理由，这栋楼这么老，隔壁住户我都没见过。小夏耸耸肩，也没再说什么。那晚她洗完澡就躺在床上看手机，我窝在沙发里，也开始逐渐放松下来。凌晨2点多，我被一阵轻微的敲窗声惊醒，不是很响，就像有人用指甲轻轻划过玻璃。起初我以为是风，但接着小夏的声音从卧室传来：“你在敲窗？”我坐起身：“没有啊，你那窗外有人。”我冲进卧室，他正站在窗前，整个人像石头一样僵在那里。他的手机掉在地上，屏幕还亮着，上面是他刚刚打开的相机界面，界面里就是我窗子里那张脸。我冲到他身边往窗外看，对面的窗帘已经完全拉上，但我清楚地记得，就在1秒钟前，有一张脸贴在那边的玻璃上，一张苍白、毫无表情的脸，跟我一模一样。我们谁都没再睡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夏决定离开。我送她到楼下，她回头望了一眼我家的窗子，说：“
我不是怕，但那东西像是在模仿你。我本来还想留他多住几天，可他明显神经紧绷，我也不好强留。他走后，我反复看他昨晚拍的照片，但那张照片已经打不开了，文件显示损坏。晚上，我坐在书桌前，忍不住又望向窗外，对面窗帘依旧拉着，什么也看不到。但我知道，他还在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用了这个字。我开始感觉，那窗户后面住着的，并不是人。几天过去，小夏不接我电话，不回我讯息。我以为她只是心情不好，想冷静一下。直到我接到了她男朋友的电话，说她失踪了。最后的定位是在我家楼下。警察来过，也问过我。我当然告诉他们那晚的事，但他们只是点点头，然后在笔录上写无可疑行为，无失踪前争执迹象。从那天起，我总觉得我的窗子变得不一样了。不是它变形，也不是颜色变了，而是它仿佛在看我。每当我路过窗前，就感觉自己在对面也有一个自己，做着一模一样的动作，摆着一模一样的表情，只是动作略有延迟，像落后我半秒。我试过在晚上偷偷对着窗子做一些特定的手势，抬手、歪头、闭眼，但有一次，对面的我先动了。我愣在那里，连呼吸都忘了。我决定离开这间房。就在我要搬走前的最后一晚，我做了个梦，梦里我被锁在一间和我房间一模一样的屋子里，四周全是镜子。镜子里有无数个我，但他们都不动，只是睁着眼死死地看着我。梦醒之后，我房间的灯是开的，窗帘却被拉开了。我记得我昨晚睡前是拉上的。窗外，对面窗子也没拉帘。我看见对面的我站在窗边，对着我微微一笑。我穿着昨天我刚丢掉的那件旧毛衣，脸上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。那一刻我知道，小夏不是失踪，她是被替换了。她现在也许还在对面的那间房，只是我们谁都看不见她了。她被替换的那晚，她也站在窗边，拍下了我，现在轮到我了。我把这事告诉了房东，他先是沉默，然后叹了口气说，住那间房的，每年总有一个会不见。对面窗户那间？不，他说，你现在住的这一间。我终于明白，对面窗户从来不是窗户，是镜子，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。我们以为我们是在看对面，其实是有人在看我们。我离开了那栋楼，烧掉了所有在那间房子里拍过的照片，但那种自己被盯着的感觉却一直没消失。有一次我在地铁站等车，站台玻璃上映出我的倒影，但那里面的我没有跟我一起转头。我想小夏也许还在等机会回来，但那个替代了他的人已经掌握了一切。你有没有发现过，有时候你在照镜子的时候，镜子里的你好像不是你。如果你也曾觉得窗外有人盯着你，也许你该回头看看，你是不是真的还在这边。喜欢这几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鬼影档案馆，点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每一个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